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你种蘑菇当中不用花钱、不用投入就能进行的简易的无菌操作，或者是你要花个200多块钱，投资一点设备，就像一个专业蘑菇种植者，进行所有的这样的操作的这样一些方法。说到这个无菌操作，我们先说一说种蘑菇当中，哪些是不用无菌操作的。这是在网上你经常看见有人就买的懒人包，或者是他已经是你从网上买的这种 production bag，像我这个就是 Golden Oyster 是我自己产生的。那这个里面已经有培养底料已经放好了，而且菌丝也长满了。你可以拿来之后呢，你按照它的使用说明，给它划一条口子，然后提供一定的湿度。它就在几天内就开始给你产蘑菇，收获之后还能再产1茬、2茬这样的，所以这个就完全不用无菌环境，因为它这个里面菌丝已经长满了。那还有一种呢，要求相对干净一点的，那叫消毒环境，不是纯无菌环境，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了这种green span，那里面是 green，然后长满了菌丝，我这个呢是 blue worm，是2天前接种的。你看这个白色菌丝已经开始在布满整个这个袋子。当你买了这么一袋green span 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接种到木屑、泡沫花，还有这个稻草之类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底物它本身不是富含营养的，所以它杂菌在上面不太容易生长。那当你接种这个富含营养的、已经被fully colonized 的已经长满菌丝的谷物进去之后，那个就能很好的生产蘑菇。这就是我们平常见的这种桶装蘑菇，或者袋装的那个用塑料袋装的稻草装的这种草料的蘑菇，就是这样的。那这种呢，它不要求无菌，但是要求相对的干净，所以那个木屑都是用开水煮一煮，或者是用这个石灰把它消毒，也是可以的。所以那是一种无菌环境。那说完这2个相对不太需要无菌环境的，那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要做真正的无菌环境的操作？真正无菌环境操作，我的感觉是有这么几个好处。我想在说之前，我先跟大家做一点声明哈。我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就是学微生物的，所以我做过细菌方面的工作、真菌方面的工作，但是呢，我没有种过蘑菇。虽然蘑菇也是属于真菌，但是我是从今年4月份、5月份开始对种蘑菇感兴趣了。到现在，我的蘑菇生产房已经在连续不断的周转高效运转了我上一期视频也有介绍，里面现在有好几种蘑菇同时在生产。所以一方面我下面跟大家介绍的既是基于我自己的一点专业知识，另外呢也是基于我这几个月的一点经验不是信口胡说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依据也有我这个失败的经历。那现在说一说无菌操作有些什么好处。第一，我的感觉就是你降低成本嘛，这是最明显的。你比方说这么一袋 green span， 我这个 green span 这个装的很满了，大概是5磅甚至是多一点，在网上要卖35块钱。那实际成本是多少呢？这个谷物可能5毛钱，然后这个袋子呢也是5毛钱，所以加在一起就是1块钱的成本。当然你还有劳动力还有菌种这些东西，所以它卖35，那它也是应该的也有了便宜一点卖25的，这是这个 green span 现在的价格。那像这种懒人包，我这个也是5磅重的懒人包，网上有卖35甚至卖45的都有。那有卖25的或者20多块钱的，它的那个里面的量就少一点，可能只有3磅或者什么的。所以你要自己做，那像这一个的成本，这个里面的这个生产底料的成本，这是木屑
这是 sawdust 加上这个麦麸，这个成本是2块2毛5，加上这个袋子的成本是5毛钱，所以不超过3块，成本不超过3块，但是在市面上卖要卖到30块，所以当然也是有技术成本啊，各种劳动力成本在这里面，所以你自己做，你是大大的降低这个成本。那既然成本降低了，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也可以做各种实验，这是第一。第二，你可以扩大你这个种植蘑菇的品种，因为你有这个无菌操作，你可以从市面上买来的蘑菇，你都可以自己分离菌种。我前面也有一期，这个专门介绍介绍我这个操作台的效果的时候，有谈到我分离了有哪些菌种。那所以像我现在有这个 Golden Oyster、Blue Oyster， 有这个 Pink Oyster， 还有Pearl 珍珠，还有这个猴头菇，还有香菇，这个大部分都是我从市面上买的蘑菇分离的，但是这个 Golden 和这个 Warm Blue 是还有 Pink 是我在网上买的，因为这个不太在市面上见得着，所以你有这个你就可以有这一套东西，你就可以扩大你的种植品种。因为扩大种植品种一个好处就是你在不同的生长季节，像我们这在美国南部夏天很热，这是为什么我开发的这个 Warm Blue， 还有这个 Golden， 还有 Pink 都是可以在夏季种的。那像 Blue Oyster，那就只有在冬天我还有 King Oyster， 这个Baby Bella， 还有这些品种。那像 King Oyster 和 Blue， 那就必须是在冬天种的。所以你保持不同的品种，那就是一年四季你都有不同的蘑菇在生产。那还有一个无菌操作，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实验性的，自己分离保存菌种啊，还有像我前面介绍的。这个自己分离保存菌种，像我买的 Golden 是买的它的 production bag， 它的 sawdust 这个 span， 买来之后呢，我就让它产蘑菇，产了蘑菇之后，我就从蘑菇上面采一点蘑菇小组织分离，然后放到我这个谷物的瓶子里面。你看，这是9月8号还是9月28号？我有点看不清楚了。9月28号，今天是10月12号，已经有10多天了。那这也长好了，所以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分离菌种。这也是我所有的菌种，就是因为你从这个谷物到谷物，你不能超过2-3代。那我就当它产生蘑菇之后，我就从蘑菇上面直接分离菌种，那又是我的新的一代原种了。那还有像这个，我上面也有一期视频，我说从这个被污染的这个菌棒上面，分离出纯菌丝的，这个我这是用了酒精加上火焰同时处理的，分离成功 Blue Worm 这样的一个菌种。所以当你有这些，你就可以进行很多的，你可以说这个操作的。想象力是很大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那顺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的网上也有介绍这种无菌操作，似乎要让你觉得有点望而却步。比方说，他会介绍这个琼脂培养基啊、培养皿啊、试管啊，这个一套一套的，还有这个 parafilm 呐。在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我都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添置这些设备。但就我自己的微生物知识来讲，我想我要从简，什么事情越简单越好，所以我就没有这种培养基，固体培养基、液体培养基我都没有，我就省略那一步，我直接就是这些瓶瓶罐罐我里面装的谷物，因为你知道这些谷物天然的就是很好的培养基嘛，所以你是可以把这个菌种放在这里面生长的，所以我这里面就没有这些实验室我们经常见的这个试管，还有这个培养基这些东西。那下面我就来跟大家，我们来去看看，我说我们不花钱做，
是一个什么情况？很多人家里这个都有在厨房有这么一个角落，这底下呢，下面是操作平台，上面呢是一组的这样的吊柜，用来装器物的。那像这样的一个角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用它来做简易无菌操作的。那当我们说利用这种简易环境来做无菌操作，我们先要介绍一点点微生物操作这方面的知识。第一，你要就一个常识，就是微生物是看不见的，空气中这个空气流动，灰尘，甚至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的，都会充满着微生物。一个简单的试验就是你这个食物放在外面几天就会长霉，这就是空气中有这个微生物的一个例子。还有就是你的手、你的双手、你的指甲里面，到处都是微生物。这是一点点常识。那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我下面来给大家介绍，我们是有一些小的窍门，小的方法。实际上，在我念书的时候，我们一个班几10个学生，那没有那种无菌的这个 flow hood 超净工作台，那每一个学生面前，那都是用这种简易的办法，就是这个它所利用的环境就是是一个酒精灯，那这个酒精灯它的是活焰，所以这个火焰的周围是会形成一个无菌环境的。另外呢，就是减少空气流通，大家都坐下来，减少人员的走动。那像我们这里呢，就是你可以当你走过这个地方走进这个地方来说，你的动作就小一点，轻轻的走过来，而且把你房间的空调给关掉，减少空气流动。另外呢，就是那我们当时桌上会放一块湿布，这个放一块布摆在桌面上，这个湿布对空气的当中的灰尘它有吸附作用，所以有灰尘挪在桌面上就被这块湿布吸收了，它也不会再弹起来，所以这个减少空气流动，然后加上这个火焰。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说还更多了一步，就是你有一个酒精的这个喷壶在这里，所以当你接触这个，当你进来进行操作之前，你先把这个整个这个空气都给它喷一遍。那这喷一遍呢，有几个好处。一个呢，就是让这空气中的灰尘，通过这个分子，通过这个这个酒精的这个雾，能够降落到这个桌面上，这是第一。第二，酒精本身这个70%的酒精哈，大家不要用浓度太高了，90%及其以上的酒精，相反，这个灭菌的效果还不好，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是为什么，我这里就不讲了。那所以第一，你把这个用这个酒精把这个桌面都给好好的喷洒一遍，你甚至可以喷了之后，桌面上用纸把这个桌面给清洁一遍。这里有点安全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你这个喷的时候，酒精灯最好是不要点，因为当酒精喷上酒精灯的时候，它会燃烧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安全。当你把这个喷好了，而且自己的手也都要这个手背都要2个手都要仔细的喷都要这个我们酒精在这里是多的利用酒精喷，然后呢把你要用的器皿也都是喷。当然这个像这个叉呀、镊子这个东西你先用开水煮过，用开水消毒过，在开水里面煮。然后像这些你也可以是有的网上介绍用烤箱烤的，这个用水煮灭菌的，这个都有，大家可以在网上，我在这里也不啰嗦了。像这些东西你消毒之后，你灭菌之后拿到这上面来，因为在空气中又经过又暴露给空气了，你都要给它外面好好的给它喷上一遍，在这喷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酒精灯点开，然后把这个操作的时候，你把这个盖子拧开，这个口朝下放在桌面上是可以的。那把这个也拧开朝下，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勺子也好，用叉子也好，用镊子，反正让你做无菌操作什么 whatever， 你想方便的话，你从这里面
那搅取一块，然后这个就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瓶子，所以这个是你基本上是不用花钱，你就可以做的。一个无菌的操作，当然这种操作也是受限制的，就是说像我们说的这种大菌包啊，Greenspan 5磅，这个3磅这样的菌包在这操作，也不是不可以做，也是可以做。我相信我自己没有做过，我在网上见，有的这个西方人是西国人是有就利用这个厨房的 counter 这样做的。我相信也是可以，但是大家如果想要经常性的做这种无菌操作，或者说你要上更大的规模，那可能就要有点投入。这是我们下面要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的。下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这个无菌操作台，因为我前面已经介绍过。大家可以参与我在7月14号有一个视频叫种蘑菇的简易无菌工作台，我在这里稍微 brief 的回顾一下。这个它是有什么组成的？就是有3个 filter， 有3个这种无菌的 filter， 加上一个 box fan， 所以这3个 filter 的成本是每个20块钱，3个60块钱，这个 fan 是20块钱，所以加起来是80块钱。这样，我在从7月14号介绍这个 setup 介绍以来，已经有几个月的操作，而且7月29号我也专门介绍一个无菌操作台的效果，还加上这又过了2-3个月，我可以说，有其他的原因。我这有过杂菌的经历，我会再另外画一期视频，讲这个杂菌蘑菇种植当中的杂菌的问题。我自己的操作基本上没有产生过杂菌，因着这个工作台的问题，所以这工作台手法到现在为止给我的是100%的满意度。只要花60块钱80块钱。另外我在7月29号那期视频同时也介绍了这个高压灭菌锅，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无菌操作，我刚才说在那上不花钱，你可以用开水煮啊什么的，用烤箱烤啊，但是你有这个高压灭菌锅，那就方便多了。这个东西在 Amazon 上有时候卖，便宜的时候卖110块钱，贵的时候会卖140几块钱。这是23 quart 的这么一个，这一次高压灭菌锅能够给我灭像这样的 Greenspan 这样6袋，或者是这样的生产包的4个。那你看我这个 box 里面都是我灭菌放在这里的预备的，做随时备用。所以这个高压灭菌锅也是必须的。这200加上刚才这个 box fan 和这个 field 这套系统，不到200块钱吧。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叫做封口仪。那像你这个袋子对不对？这上面要封口，所以呢，你就要用这个东西。我也在网上见到有一个叫做 Fresh Cap 的这个博主，他不用封口仪，他就直接这个接种之后他就把这个袋子一捆，上面用个绳子一捆了。我想那也是一个办法。所以说这一个呢，这个封口仪大概是80块钱，我记得还是60多块钱。这个不是必须的。就用那个办法，你把它一捆。但我觉得封口仪还是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下面是菌丝生长的，上面呢形成这么差不多一半的空间是空气，所以给菌丝生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假如说你把它一扎，这么一扎的话，那这里面的空气环境就大大的被缩减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不花钱做无菌操作，或者是简单的投资，大概200多块钱，就能够做一起专业蘑菇种植者。你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skill，你把它缩小了一点点，
他们的这个 flow hood 那会更讲究，而且是一面墙，很宽，你一字摆开大概有5、6个这样的，形成他们的灭菌锅也是比我这个要大得多，但没关系，这个只不过是不同的 scale，但是效果是一样的，所以 basically 这样200多块钱就让你做各种各样的操作，没有什么无菌操作你不能做的，或者你不花钱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种厨房的一个角落，或者任何房间的角落吧，也都行。那就那样做的操作是稍微受限制一点。好了，谢谢大家观看，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长，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谢谢。